我靠缺德成为大秦第一谋士，在赈灾粮里掺沙子，粗毒计坑杀100万人。可嬴政不但封我为天上侯，就连百姓都愿以100万性命换我一命，只因我穿越到一个特殊的大秦帝国，在这里各个时代的明君英才齐聚一堂，而且我还觉醒了毒士系统，只要出毒士计谋，就能获得毒士点，而毒士点可以兑换各种宝贝，什么虎式坦克、强盛精华丸，应有尽有。此时大秦朝堂上，嬴政猛地拍在黄金龙椅上，无数文武百官吓得直哆嗦。李斯，50万斤粮食发放下去，为何粮价不减反增？李斯顶着冷汗上前一步，应该是粮食的缺口太大了。底下诸多文武大臣心照不宣，缺口，朕调遣50万粮食是为了填缺口，那些粮商是谁给的胆子，敢发朕的国难财？大殿内一时寂静无比。嬴政深呼一口气，他当然知道怎么一回事，这些狗娘养的粮商为什么次有灾情都跑那么快？还不是这些文武百官从中泄密，也是他们暗中操作粮商哄抬米价。平日结党营私也就算了，现在连国难财都敢发，要让100万难民易子而食，饿殍成群，一群畜生。嬴政内心怒骂，巴不得将这些官员全宰了。不过现在六国刚平，南方李世民虎视眈眈，东方朱元璋更是屯兵关外。至于匈奴，多次南下劫掠，现在还没到对这些人动手的时候。嬴政深呼吸一口气，国库中还有多少银钱？李斯连忙回复，回禀陛下，还剩下50万银两以及铜钱4000万。心性沉稳如嬴政都忍不住再度猛地拍击龙椅。连年征战，国库所剩不多，为了安抚六国流民，差点花光国库。原本想50万粮食下去，把粮价压下来，然后朝廷大量收购，谁曾想这些官员串通一气，在粮食还没下去之前就把消息传出去，粮商纷纷停止出售，导致粮价不减反增。现在的粮价搬空国库也不过就够买几10万斤，先调一半购置。现在国库还有多少粮食？嬴政的心都在滴血，这群畜生可都是挣得寡人的钱，还差1个月就到了粮食收割的时候了。现在不赈灾的话，部分田地还在的灾民绝对撑不到秋收。不仅之前给予的几10万粮食打了水漂，甚至后面还要持续1年养着这100万灾民。更关键的是，国库没钱了，怎么调钱去治理洪灾？这样下去，灾民只会越来越多。李斯连忙回答，国库而今还有粮食15万斤。嬴政面色阴沉，满打满算，花光国库也就能搞出来60-70万粮食。就算煮成再稀的粥，能给这些灾民扛1个月吗？而且这些冠冕堂皇的官员会不会又使绊子，再次拉高粮价？撑不到1个月，那大秦都要玩完，这简直是个死局。此次赈灾，哪位亲家有解答之法？若能妥善解决，朕愿意赏1000金，拜万户侯。嬴政深呼吸一口气，扫视朝堂。此刻的朝中，文武百官一个个鸦雀无声，或有人露出异色，或欲言又止。嬴政只觉得一阵心累，文武百官竟无一人能够解决此事吗？寡人每年花费黄金万两，白银无数，就是养了这么群废物吗？罢了，调集国库全部银两，以及嬴政此刻也只能放手一搏了。实在不行，就只能调蒙恬过来，用武力强行镇压那些粮商了。只怕到时候天下可能又要再次大乱起来。一想起自己奋斗数十年方才一统的中原又要面临战乱，嬴政不由得一阵心脏抽搐起来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陛下，臣愿意一试。百官接济时，一道响亮的声音响彻大殿，无数眼神投射过去，看到是一个不过20出头的年轻小伙时，一个个皱起了眉头。白玄，白起之孙，一个承受祖上硬币才得来的7品文官，也敢在大殿上大放厥词。李斯宰相都无法解决的事，就凭你？呵呵，庶子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文武百官皆是流露出讥讽之色，而我却面色平淡。作为21世纪穿越者，治理这种情况，后世有太多的办法。李斯的面色骤然一寒，这大秦底下居然还有人敢触自己的眉头，更何况多少官员暗中哄抬粮价，又怎么是你一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够解决的？嬴政质疑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，治理粮价就是与整个朝廷作对，你有解决之法？如若不行，又当如何？我立马抱拳抢答，如若臣无法治理江南粮灾，臣愿悬挂帝都东门，受千刀万剐。这一幕，文武百官都皱起了眉头，这小子这么着急投胎，还是真有良方？怎么看都是一个死局，如何能解？最终，文武百官都是摇了摇头。白玄，嬴政大手抚过龙椅，心中感慨万千。大秦帝国危难之际，又是白家人站出来，他仿佛又看到了昔日那个为大秦征战6国、横扫8方的人。先帝昔日处死白起，也是他登基之后才为白家正名。单单他姓白，嬴政心底就对他有万千好感，更何况他怨妇大厦于江青，挽狂澜于既倒，白家乃是大秦功勋，不必立下毒誓。这样吧，京城内数十万粮食你尽数带走，寡人只要求你将粮食细分下去即可。如此一来，江南地区再撑个半月应该不成问题。这话让文武百官皱眉，陛下貌似还想庇护这小子，而我却上前一步，鞠躬开口：陛下，臣不需要1粒粮食，且臣若无法完成赈灾任务，臣愿意领命赴死。这话落下，文武百官懵了，什么1粒粮食都不要？是皇帝给你台阶下，你非要脑袋磕死在台阶上吗？李斯更是摇了摇头，陛下给你一条活路你不走，简直是愚不可及。白家一脉要断送在这小子手里了。嬴政的面色微变，他也完全没有想到这小子居然敢口出狂言，1粒粮食都不要，这小子要干嘛？卷走国库跑路吗？可是满朝文武唯有他站出来为寡人分忧，到底要不要信他？嬴政眼中有多种神色掠过，但是最终他深深地盯着我，脑海中竟是曾经为大秦横扫6国的那一道身影，心中的迟疑瞬间散去。好，寡人信你，暂封你为赈灾钦差，且赐你一道圣旨，沿途遇到任何问题可先斩后奏。现在根本就没有退路可走，就算拿几10万斤粮食去赌，难道真的可以赌1个月粮价不降？再多的粮食下去也是无用罢了。如若他不行，那就只能够再次马踏江南。嬴政深呼吸一口气，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，而李斯此刻更
更是一愣，陛下相信了，而且居然还专门给他下达圣旨，凭什么？难道陛下是想要？李斯的面色骤然一寒，而文武百官则是耸了耸肩膀，这蠢小子非要跳出来背锅，那就让他背。良价不减反增，赈灾出错，刚好这个窟窿被人堵了。翌日，我就拿着圣旨奔赴江南地带。时间来到1个月后，嬴政愈发感觉不对劲，自己定都咸阳，距离徐州、苏州地区有1000多里，消息是慢了些，可是他奶奶的，也不至于1个月过去毫无消息吧？这白玄在搞什么？莫非真带着国库的金银跑路了？嬴政攥紧拳头，发出作响之音，传蒙恬。然而话音未落，赵高快步冲进来，启禀陛下，李斯大人求见，说是江南出了大事。嬴政龙眉紧皱，隐隐有些不安起来，速速让他进来。陛下，江南出了大事，快报传来，白玄进入江南，大肆抬高米价，米价从1000攀升到了2000，而且还在急速增长，现在增长只怕有3000开外。坊间传闻，此人和当地粮商勾结一伙，中饱私囊，鱼肉百姓。江南民众哀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李斯匆匆前来报信，一口全部说完。你说什么？嬴政瞪大了眼睛，猛地一掌拍在桌面上，整个桌面差点都要炸开。这是什么祸害？3001斤大米，那些百姓拼命干，一年也就能存下个1万出头的铜钱，一年收入就特么只能买3斤大米。立刻将他擒来，寡人要将此等奸臣抽筋扒骨，要让他生不如死。一旁的李斯被震慑得发颤，他内心也不敢置信。文武百官多数手里不干净，可是最多也就把米价抬高几百1斤，这人倒好，上来就抬高1、2千，百姓还能掏空家底拆东墙补西墙。你这么一玩，这些人不造反都算天佑大秦了。短短半日，江南粮价达到3001斤的消息传达过去，整个咸阳城都炸了锅。狠人啊！什么特么的叫做狠人？这就叫狠人！呵呵，这小子现在只怕武安君复活也保不下他了。诸多的官员本来就手底下不干净，怕被始皇帝清算，现在好了，有了一个大背锅侠。一时之间，群臣求见，全部都是弹劾我的。既然他不怕死，就让他来当替罪羊。而嬴政此刻眼神中迸射出怒火，杀意凛然。此时我也已经被五花大绑到了咸阳宫，无数群臣眼中带着讥笑，看着我这只待宰的羔羊。白玄，你暗通粮商，将粮价抬高至3000，可有此事？嬴政一只手紧紧地捏着龙椅，龙眉紧皱，面色森寒地开口：陛下，我没有。这话一出，四周大臣一个个露出了冷笑。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3001斤，还想抵赖？现在乖乖认罪，说不定陛下还能让你死个痛快。嬴政愈发怒火冲天，这小子还敢抵赖？回禀陛下，臣不是把粮价提升到了3000，臣是联合粮商把粮价提升到了5000。我不卑不亢地开口。什么？一下子朝堂之中炸开了锅，特么的3000已经够极限了，5000，他奶奶的，这特么活阎王，这是逼那些难民造反了。而此刻的嬴政亦是双眸瞪大，他此刻气得都在发抖，这家伙怎么能这么赌？饶是嬴政这位扫荡中原的帝王，此刻都实在忍无可忍。那你可知你该当何罪？嬴政面若寒铁，自己怎么就会信了这家伙的鬼话？什么白家先祖，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文武百官更是看笑话般看着我，还以为是什么青天大老爷要出来整治官场，这不就一个妥妥的大贪官吗？说他是大秦第一祸害都不为过，臣何罪之有？我不解反问。嬴政再次猛拍龙椅，1米9开外的身高砰的一声站了起来，沉稳如他，此刻都气得眉毛倒竖，还敢说何罪之有？粮价都被你足足翻了5倍，你勾结粮商抬高粮价，还能有假？朝堂之上，你还敢欺君？嬴政怒吼道。李斯此时也冷冷地看着我，这年轻人不懂收敛，太喜欢装，还以为真有什么手段，原来也不过是一庸才，还是满脑子只知道钱的蠢货。陛下给了你活路都不走，真是找死！至于文武百官，也跟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陛下，此等奸邪祸国之辈，拉下去绑在咸阳宫外凌迟处死，以消民恨。李斯连忙开口，而诸多文武大臣也心中暗喜，白玄这傻子意思，就等于帮自己等人擦了屁股，还真要谢谢这个蠢货，请陛下诛杀此僚，以消民恨。瞬息，百官齐声开口，不约而同的下跪，而嬴政也深深的看了一眼我，终究是朕看错了人吗？那就拖下去，报江南快报！就在此刻，800里加急传来，传信太监踉踉跄跄爬到了大殿之内，江南出事了，不会是那些难民真要造反吧？嬴政面露阴沉，已经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江南100万难民此刻聚集在一起，这句话传出的时候，嬴政的面色已经黑到了极点。不好，江南灾民要造反了！白玄这小子果真是人间活阎王。至于百官，此刻面色倒是略显平淡，甚至有人低头暗喜，因为就是他们鱼肉的百姓。再者，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斗得过大秦铁骑吗？正好碾死他们，既解决了难民，又彻底擦干净了屁股，自己赚点这些叛徒的钱，那可叫正义。江南100万难民聚集到一起，要联名前往咸阳宫上书，请求陛下放过白玄一命。如若不成，100万难民愿以100万人性命换取白玄一命。太监总管赵高念到这句话，都是瞪大了眼睛。100万民众请愿，甚至还要以100万性命换白玄1条性命，这可是大秦帝国400多年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。而嬴政的面色一时巨变，什么？不仅是他，整个朝堂上上下下都是瞠目结舌。这小子把价格翻了5倍，这些人还要联名感谢他，还要拿100万性命来换他一命，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你再说一遍！一代雄主如嬴政，此刻都怀疑自己听错了话。100万民众联名要上咸阳，求陛下放白玄一命。如若不成，他们要以100万性命换白玄一命。赵高一字一顿念着这句话，内心也是震撼。别说是大秦，就算是天下，又有过哪位贤臣得到过百姓如此的爱戴？我靠，居然是真的！这小子给那些民众下了什么迷魂汤？这个世界疯了！诸多文武大臣一个个张大了嘴巴，压根不敢相信。而李斯则是死死地盯着我，此刻他的内心竟是生出一股嫉妒。他为官数十年，何曾受到过百姓如此拥护？100万联名，放眼全天下也不曾出现过。嬴政
正亦是被震惊到了，他深呼吸一口气，仍有不明白的看向我。寡人不明白这是为何。此刻的他眼神再度变得清澈，他有直觉，这小子似乎把这件事解决了，而且还是天衣无缝的那种。诸多文武也是支着耳朵，生怕错漏一个字。很简单，我找陛下要国库所有的金银，并且放出消息只为购买粮食，故而江南地区的粮食我还未到便是大涨，而我到时价格已经到了1500一斤。臣觉得不够，于是告诉诸位粮商，我要以3000一斤进行购买，只要他们给我回扣，陛下请猜会是何等局面？我不紧不慢开口，反问嬴政。嬴政眉头一皱，旋即他有了明目，难道是绝了？1000一斤还不值得天下粮商奔波千里而来，但是到了3000一斤，他们就算付出再大的代价，也要奔赴而来。嬴政开口，作为一代无双帝王，他当然有这个判断。是的，天下粮商纷纷而至，甚至因为臣把价格提升到了5000，导致其他帝国的粮商都跨界而来，一下子就变成了粮多人少。臣又迟迟不出手购买，可是要让他们再奔赴千里，甚至数千里回去，代价又太大，于是大降价发生了，粮价从原本的5000一路下跌。臣又封锁了各处通道，让粮商回去之路愈发艰难。短短7天，粮价便低到了200一斤，10天就到了31斤，而今已经回到了大秦帝国有史以来最低价5文一斤。我一字一顿开口，而此刻朝堂之中，一个个官员只觉得后背发凉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。5文一斤啊，这不等于人人都可以吃饱饭吗？恐怖！这策略一环扣一环，放出价格，抬高价格，欺骗粮商，隔绝道路，逼迫降价，可谓是绝中之绝，就是有点太阴了。毕竟那些粮商屁颠跑过来，结果被坑杀的裤衩子都不剩。哪怕英明如嬴政，看向我的目光都流露出几分佩服。诚然如他，要想出此等天衣无缝的计划，只怕也毫无可能。不过李斯却仍然觉得有问题，他想要挑刺，即便如此，也不值得百姓为你联名上书，甚至愿意奔赴千里来到咸阳，用100万性命换你一命吧。这句话倒是让诸多文武，包括嬴政略微清醒些许。这个计策的确完美，可是对于那些百姓而言，这最多算一个好官，毕竟压低粮价是他应该做的，能让百姓愿意付出生命也要救他，凭什么？文武百官都有质疑，甚至如嬴政也有好奇。很简单，我顺手把洪灾也治好了。我淡淡开口，什么？洪灾治好了？吹牛！江南地带有长江流淌，1000年来都无人可以解决，朝堂之上岂敢夸下如此海口？这是欺君之罪。李斯此刻亦是流露出不幸，治理江南难民，你的确有功，可是治理洪灾未免也太儿戏，你是在欺君！闭嘴！嬴政呵斥一声，随后将期待的眼神看向我，或许这个家伙还真有这个本事。爱卿，你细细道来。此刻的李斯悻悻在一旁，妒火中烧，死死地看着我。陛下竟真的信他？陛下，刚开始粮价暴跌，但是因为难民手中钱粮已经用完，就算价格再低，也买不起1斤米，所以臣以工代赈，让这些难民前往洪灾之处修建堤坝，从而获取钱粮。130万的难民一起行动，洪水堤坝只花了不到20日时间就全部修建成功，并且因为以工代赈的缘故，每个难民手中都得到了回家的钱粮。我娓娓道来，正因为我既让他们吃得起饭，更让他们吃得饱饭，还让他们以后都不愁饭吃。百姓就是这样，你把他们放在心里，他们把你捧在手里。原来如此，妙啊，太妙了！用那些难民来修筑堤坝，不仅解决了他们吃食问题，还解决了洪灾问题。这些文武百官虽然因为你让那些粮商血亏，他们的投资泡汤，可是他们也不得不对你的计策表示认同。一环扣一环，的确厉害。至于李斯，此刻脸都被打得发红了，这个该死的家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反转和计谋？漂亮！嬴政听得入神，也不由得抚掌大笑。为什么这么多年洪灾一事无法解决？说白了就是大秦帝国没钱呗，哪来的钱驱动100多万的人去干活？现在钱一分没花，是全部解决，实在是太妙。嬴政看向我之时，眼中也有几分的火热。得臣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大秦有如此贤臣良臣，何愁不能扫荡陆河，镇压八荒？想到此事，嬴政心中又有了其他想法。朕之前所说赏千金，封万户侯，今日你既然已经完成，那么朕便封你为侯。你在江南发此善意，100万民众为你联名，朕便封你为天上侯。嬴政开口，诸多的文武百官眼中都有艳羡之色，那可是封侯啊，而且还是天上侯，如此好的寓意，李斯就更眼红了。自己奋斗一辈子也都还没有封侯，眼中的妒火都差点要喷出来。不过你在出谋划策方面有些本事，侯府建立前，你就先留在朕身边，做一段时间的太尉。嬴政继续开口，而我连忙点头，臣领命。短短1日时间，有关于我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咸阳，一时之间，天上侯的名字响亮无比。只是那些粮商一个个欲哭无泪，特么的什么天上侯，这就是个老阴笔，坑人不偿命，辛辛苦苦跑几千里就为了赚点钱，结果被坑的裤衩子都不剩了。听说那白玄治理好了江南洪灾，赵姬正在为嬴政按摩脖梗，是不仅解决了粮荒，还顺带治理好了洪灾，甚至连江南地带的民心都安抚了。嬴政开口，心中也有万千思绪。平定6国之后，要安抚6国百姓一直都是一个难题，甚至他一度都想过分封而治，谁知仅仅一个白玄就将难题全部解决了。那匈奴一事，不如也让他出计策。赵姬开口，对于这位将门之后，嬴政口中的天纵奇才，他也倍感好奇。此人擅长谋略，对于军事只怕不懂。谈到匈奴之时，嬴政眼中金光暗淡不少，也有几分愤恨。蒙恬带领30万大军镇守西北方，那里匈奴多次侵扰边关，西北人民可谓是苦不堪言。每年农耕时，这些匈奴就会入关劫掠，次次都要死伤数以万计的百姓。前段时间更是开出天价，要每年进贡50万白银、10万黄金，以及丝绸无数，更要让他这位帝王向单于称臣。你忘了他是白起的孙子？赵姬说道。这一句话也让嬴政产生了动摇。哎，希望吧。蒙恬如今一无策略，让他来试试看吧。而这一边，我看着系统给的奖励，不自觉笑出了声。恭喜宿主毒计实施完成，奖励毒士点5万。此时可兑换物品栏显示，虎式坦克500万，马克沁机枪制造图400万，还阳丹3万。居然连虎式坦克都有！我看着琳琅满目的兑换栏，
胆，不由得一愣。这玩意开出去，只怕能给整个神州都打穿吧？至于马克沁机枪，那就是游牧民族的终结者呀！白大人，陛下请你过去。赵高的声音传来。等到我入殿，嬴政此刻已经面色愈发难看。这群畜生杂碎，知道我江南刚发洪灾，趁机南下劫掠，西北6城尽失。嬴政看着边关而来的快报，杀机凌厉。陛下，白大人来了。宣。嬴政压着内心的怒火，等到我进来，将桌上的快报递了过去。爱卿，西北匈奴猖獗，屡次南下劫掠，甚至发信来让朕称臣，你可有策略？嬴政其实根本不抱太多的希望。为何打不过匈奴？很简单，6国刚平，要钱没钱，要粮还没粮，南方还一堆破事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这是死局。纵使他也想不到有什么解决之策，居然是这个，我心中一喜。灭匈奴不是很简单吗？我有一计可全歼匈奴。灭匈奴是有点难度，爱卿你什么歼灭匈奴？嬴政回过神来，眼睛都瞪大了。须知大秦建国数百年，匈奴一事一直无法解决，甚至连北方的李世民对此都头疼无比。虽然他堪称千年难得一见的军事奇才，仅数年平定了100万突厥，可是偏偏拿着匈奴毫无办法。突厥会成群结队，匈奴完全打完就跑，你跑我就抢，你来我就逃，根本无法破解。站在一旁的赵高更是露出了质疑的眼神。这小白大人，莫非就因为江南一事已经膨胀到了这个地步？歼灭匈奴，那可是大秦分6世之余烈都无法解决，你一个20出头的小子呢？爱卿快说计策。嬴政开口，心中有无尽期待。陛下可知匈奴靠何为生？游牧。嬴政脱口而出，西北地区是一望无际的草原，游牧是最适合那里发展的。游牧就需要靠羊群、牛群，我们只需要广招天下病羊、病牛尸体，用投石车抛射到匈奴营帐之内，只需1个月内，匈奴100万羊群尽可破。温阳、温牛、乌东。嬴政都咽下了一口口水，这特么太毒了吧？这会不会有伤天和？自己刚封他天上侯啊，这和善有1毛钱关系？饶是一旁的赵姬，此刻都下意识的觉得这未免太不人道，但是却又不得不说，这计谋太强太阴，堪称无解之法。西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以及夹杂着的荒漠，难道匈奴还能种田不成？此法虽好，可是现在主要问题是匈奴已经南下，要如何驱逐？嬴政摇了摇头，毒死人家几百万牛羊，的确是个好计策。可是现在正面怎么打？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发瘟的牛羊都没钱买。我眨了眨眼反问，陛下莫非觉得正面咱们打不过？嬴政失望的摇了摇头，这位白大人还是不知兵啊。一秦抵10胡，正面作战一直都是大秦的强项，可是问题在于战争对于钱粮要求太大。前段10日你治理江南，已经花光了国库，如今国库也就剩下15万粮食，如何组织军队去应敌？嬴政深深叹了口气，这就是一个死局。蒙恬为何没办法阻止匈奴南下？没粮食了呗。军粮损耗一直都是个天文数字，前段10日50万粮食下去治理江南，哪来多余的粮食去运送边疆？蒙恬缺粮，只能守而无法攻，一旦匈奴破开缺口劫掠，就毫无办法。而我却反问，谁说国库没粮？这一幕，嬴政、赵姬乃至是赵高，此刻都一脸狐疑的看向我，这厮是不是傻了？钱都被你带走了，50万粮食也全没了，哪来的钱粮？昔日粮价被压到5文1斤，臣购置了足足800万斤，有500万运粮的队伍应该已经到了咸阳。什么？嬴政瞪大了眼睛，800万斤，这特么什么时候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？800万斤粮食足够给匈奴打到他姥姥家？不对，怎么只有500万来到了咸阳？赵姬不解，还有300万呢？这也让秦始皇回过神来。对啊，还有300万呢。我回复道，还有300万斤，臣卖给了那些粮商，卖给他们5文1斤。爱卿，你糊涂啊！现在的世道哪里买得到5文1斤的粮食？嬴政叹气，真是肝疼啊！5文钱1斤，那可是亏本买卖。这年头哪里的粮食不要个20几文？对此，赵姬也是不可置信，5文1斤卖了300万斤，白大人你糊涂啊！这么大的损失，赵姬都差点晕过去。至于赵高，此刻也有种血藤般的感觉，这太傻了吧！别说是5文，就算是15文，朝廷也愿意大量收购啊！我耸了耸肩，摊手说道：“不是啊，我是4000文1斤卖出去的，所以臣还有1200万两白银，现在正送往国库。”卧槽！一代帝王嬴政此刻都爆了粗口，多少？1200万！大秦帝国6年的赋税，你特么就花了1个月，硬生生从那些粮商身上刮出来了，你是把他们裤衩子都给扒干净了吧？太狠了吧！饶是赵姬这位太后，此刻都张大了嘴巴，久久不敢相信。但是他们怎么会愿意花4000文1斤买呢？嬴政回过神来，他压根不相信，甚至怀疑我在胡诌。这会赵姬和赵高2人也是恢复过来。对啊，里面都5文1斤了，你卖4000，别人怎么可能这么傻？臣早就说了，臣封锁了出城要道，那些外界源源不断来的粮商并不知道里面已经降价，还以为是5000斤。等他们到了江南外，臣告诉他们这里有4001文的粮食，供应不断，他们就全买了。我摸了摸鼻子，说到这里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毕竟这些粮商刚花了4001斤买粮食，进去就发现只值5文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坑人了？嬴政倒吸口凉气，此刻只觉得一阵头皮发麻，毒，太他妈毒了！弹指间就让粮商刚买来的粮食血亏了800倍，大秦居然出了这等人才！我笑着反问，有了这些钱粮，不知陛下可否驱逐匈奴？驱逐？朕要歼灭他们！嬴政眼中有热血闪烁，一扫之前的阴霾。之前还想存点钱建长城来抵御，现在有钱有粮，还有白大人的瘟疫大法，长城建鸡毛，直接打到你姥姥家，把整个匈奴都灭族推平。大秦数百年分6世之余烈都未解决，神州数十国无数年头疼的问题，要从朕这里解决吗？嬴政胸有无尽热血，这若成功，自己就是千古一帝。白玄乃奇才中的奇才，他带着无尽的期待看向我，出击应战匈奴。而此刻前线的营帐中，什么要我们丢死羊死牛过去？这是什么昏招？听说是个叫做白玄的人提出的，计谋倒是有点毒，但是现在匈奴南下劫掠，抢了10几万斤粮食了，也没带牛羊来，丢个屁啊！一个文臣懂什么兵法？文臣误国啊！闭嘴！军营中传出一道厉喝，随后蒙恬身
身披玄甲从其中走出，面色颇为难看。父亲，始皇不知怎么听信了一妖人的话，叫我们投掷发瘟的牛羊。蒙毅开口，面色也很难看。现在帝国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哪来的银子投掷发瘟的牛羊？这妖人听说还是白起的后人，呵呵，当真是辱没白起的威名。蒙毅怒气冲冲，哼哼，此次那小子如果不能调来个几十万斤的粮草，此事后我必定去咸阳面圣告他。文臣误国，他能筹集来什么粮草？帝国钱粮全被那群文臣榨干了，他是神仙吗？能变出那些粮草来？诸多将领议论纷纷。报，就在此刻，有急报传来，天上侯的粮草送来了，居然提前了10日。蒙恬的面色微变，也来不及多想，带着10几位将领立马奔赴城门口，却只看到了20来辆马车，刹那眉头紧皱。就这些，他怒火冲天，这里面加起来拼死就几万斤粮食，现在手底下30万人，毫不客气地说，就算喝粥，一天也要喝干净。这个小子果真畜生，陛下再怎么节省，也绝对不会只调来这些。这个畜生，连前线的军粮也敢贪污。报信的士卒连忙开口，不，这些只是白侯调来的银两，20车。蒙恬的面色微微一变，20万两白银，边疆的粮食算不上太贵，虽然江南那边价格暴涨，但是边疆地区价格却相对安定，20万两也能买400万斤的粮食。20万两，哼，算这小子有点良心。蒙毅开口，此刻拉下去的面色微微有些回缓，可是购置粮草也需要时间啊。不，这些只是不到1/10的银钱，白大人送来了400万两的白银，当然还有300万斤的粮草。报信官再度开口，什么240万两白银，还有300万斤粮草？这怎么可能？诸多将领一下子愣在了原地，一个个瞠目结舌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要知道，现在帝国刚刚平定，1年都不一定能收上来200万两白银，而这小子一下子送来了400万两，哪怕是蒙恬，此刻眼皮都在直跳。太玄幻了吧？不是说国库加起来也就几十万两白银吗？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还有300万斤的粮草又怎么来的？报信官指着城内说道：“诸位请看。”顺着所指的方向看去，一车车的白银正在卸货，在白日光辉下映射出银色光彩。咕咚！在场的所有将士都是狠狠地咽下了一口口水。这么多的白银，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，10几里地都能铺平。那里是白大人运来的300万斤粮草。随后，报信官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指去，数千台马车正在卸粮，粮草像是金色大海，一望无际。咕咚！10几位将军都在咽口水，被惊讶的完全说不出话来。这白大人到底是个什么妖人啊？我没有看错吧？真的有这么多银钱，还有粮草？而蒙毅亦是被震撼的瞪大了眼睛。蒙恬则是深呼吸一口气，当然，在他心里可不认为是那毛头小子搞出来的。不过，目前有了这些钱粮，别说是数万的匈奴骑兵，就算是数十万，那又如何？今日犒赏3军，随后北击匈奴。蒙恬的眼中迸发着金光，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在沸腾。有了这些钱粮，别说投什么温不温阳，他正面就要把这些畜生杀尽不可。这一日，边疆所有将士都在大口的吃肉。是的，我不仅送来了300万斤粮草，还有几千头马，当然都是运粮的老马，只适合拿来吃。你是说白大人明面上涨价，骗你们过去，把你们宰出血来，而且一次性就赚了1200万两白银？看着面前的粮商，蒙恬瞪大了眼睛。不说这还好，一说到这粮商，眼中泪花弥漫。这该死的白大人不仅赚了我们1200万两白银，还低价买走了我们所有的粮食，并且这还是要我们答应给他运粮，他才愿意收购的。几位粮商哭得泪雨梨花。不仅如此，还要他们答应到地方了要把马杀了给将士们吃肉。这白大人真是畜！粮商气得捶胸顿足，可是下一个字还没有说出口，就被蒙恬瞪了回去。而蒙恬父子对视一眼，心中的震撼如排山倒海。这个白大人当真是奇才中的奇才，不仅坑了粮商的米，还要赚他们的钱，甚至还要他们免费给自己干活。毒，太毒了！啧，果然这些做文官的脑子就是好用。蒙恬开口，父子俩一个对视，哈哈大笑。这一日，兵营中传出了一个神话，这个神话叫做白玄。原本发自内心瞧不起文臣的数十位武将，在此刻心服口服，不得不说一句，还是这些文官厉害。而此刻匈奴单于正在南下疯狂的肆虐。蒙恬带领20万大军南下，正在围剿而来。呵呵，这蒙恬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蠢货。单于头曼流露出冷笑，的确，大秦帝国江南洪灾泛滥，国库空虚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粮支援北境。这蒙恬胆敢亲自出击，那粮草最多撑3、5日，到时候整个大秦北部不攻自破。单于大帅栾平开口，带着讥讽之色。很快，大秦铁骑追击而来，头曼冷笑一声，直接掉头就走。大秦缺粮，只需要稍作拖延几日，他们便会不攻自破。可是不久后，他懵了，10日，足足10日，他们还在追，而且他们的士气高涨到了一个离谱的境地，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。不是，他们哪来的这么多粮食？单于懵了，他麾下的马都跑死了3匹了。大将栾平更是为了断后，被蒙恬斩下了头颅。随后3日，单于大军被蒙恬直接切割，南下的8万大军被切割的只剩下不到2万逃窜。单于更是被射中一箭，一条手臂差点都被废掉。他妈的，这些人哪来的粮草？怎么今日送来的竟是一些秦人吃的米食肉呢？单于一把将所有的食物全部推到地上，此刻的他正在气头上。报告大王，那些奸诈的秦人向咱们投掷了发瘟的牛羊，现在整个北境数百万只牛羊全部得了瘟病，食用的百姓们也感染了恶疾。下人还没说完，单于一口老血喷出，这位猖獗了半生的匈奴王在这一刻无比绝望，毒，太毒了，整个人直接昏死过去。不到3日，单于发信咸阳，愿意向大秦称臣。咸阳宫内，诸多文武大臣议论纷纷，听说陛下请那白玄为驱逐匈奴出计策。呵呵，他能出什么计策？他又不是武安君。这倒也是，兵法莫测，文人少有懂的。而嬴政则是如胜券在握般，当他知道粮草居然是那些粮商亲自送来，甚至还要送到边疆去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一切已经赢了。这个白玄当真是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啊！报，匈奴单于来信。早朝上一声大喊传来，而此刻的我则是伸了个懒。
懒腰。恭喜宿主毒计完美实行，奖励毒士点11万，当前毒士点15万，毒士点到账。看来计策已经完美实行了。点开兑换栏，我选择了自己能够兑换的物品：马克沁机枪3挺，配1万子弹，需15万毒士点；M24狙击枪1架，配8倍镜以及100颗子弹，需12万点；蒸汽机图纸以及15万点，可谓是琳琅满目。不过我目前还没有想要兑换的东西。试想一下，凑够了毒士点之后，整个虎式坦克出来，在这个封建时代又有谁能挡得住？想到这里，白玄舔了舔嘴唇。匈奴单于此次来信是想要联姻，诸位你们怎么看？嬴政的眸光扫了一眼四方的大臣，这一句话让诸多文武破了防。感情你白玄的方法就是让咱们嫁女人赔嫁妆，这哪怕是村口的一头猪也能想出来的答案。况且和匈奴联姻嫁女赔钱，这是一世的耻辱。陛下可不能听了奸臣之言，真的去做什么联姻啊！李斯连忙上前一步，开口说道：“他原本就被这臭小子抢走了风头，如今好不容易抓到了机会，必定要狠狠拉踩。”嬴政兴致盎然地看着面前的李斯，流露出一抹笑意：“陛下，匈奴屡次挑衅我中原，多次提出联姻，甚至要我中原称臣。一旦答应了，这便是告诉四方大国，我大秦人人可欺。陛下，此乃万世之耻辱，必定在史书上留下一笔。”李斯作揖再度开口，他深知对于一个横扫了6国的雄主而言，史书上的批判，嬴政有多在乎。是啊，陛下，某些奸臣不懂兵法，一时示弱，便是万世示弱，日后大秦将再无翻身之日。诸多的文臣一个个口中大喊着奸臣，却将讽刺的眼神看向了我。而嬴政饶有兴致地看着大殿中的诸位文武，微笑着询问道：“诸位都不同意，并非我等非议，而是此乃大秦之耻。”李斯开口，他也知道这匈奴可不仅仅是想要联姻，他们甚至多次发信来要让大秦向他们称臣。这次他必定要把白玄定在耻辱柱上。陛下万万不可听信奸臣之言，提出此等方案之人，实乃国贼，求陛下处置，求陛下处置！一下子，满朝文武皆是跪地开口。李斯弯腰，双手行礼，嘴角的冷笑已经藏不住了。这次他倒要看看这小子怎么开脱。谁说要嫁女称臣了？是匈奴要嫁女过来向我们称臣，而且他们还要每年向我大秦进贡白银30万两，羊皮10万张，奇珍异宝无数。嬴政府长大笑，这让我不由得瞥了眼这位帝王，这位雄主似乎也很想看这些文武面色大变的模样。什么？向我们称臣，还要向我们嫁女？单于的公主要嫁与咱们，每年白银30万两，羊皮10万张，这比我大秦一省的赋税还要多啊！整个朝堂刹那沸腾，而李斯原本的冷笑刹那僵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些匈奴疯了吗？满朝文武震惊之声不绝于耳，而嬴政的笑容则是愈发浓烈。赵高，你来宣读白大人的计策吧。嬴政开口，他颇有兴致地看向了我，自己是质子上位，朝中正好需要一个完全信任的重臣，这次宣读也是为了在文武百官面前表达自己的意思。白玄是我嬴政的能臣宠臣，天单侯当初粮食卖给梁商之时，就立下了规矩，要让梁商免费把粮食运回边疆，且还要把运车的马匹赠与将士使用，且以4000文高价出粮，卖给了为高价而来的外敌梁商，赚取了1000万银两，边疆钱粮解决，横扫匈奴自然不在话下。赵高缓缓地宣读着计策，也是用余光瞥了我一眼，他能做到今日总管的位置，眼神当然毒辣无比，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白大人的确够厉害，或者说够狠辣，够毒，够阎王。这些计策宣读完毕，文武百官此刻一个个瞪大了眼睛，瞠目结舌，还能这么玩？这不妥妥的活阎王吗？5文钱收割粮食，然后41文卖出去，翻了快1000倍，而且买来的粮食居然还要这些粮商免费运粮，甚至连运粮的马也得给宰了送来吃肉，这哪里是什么天上侯啊？这不妥妥的阎王爷吗？可仅如此的话，最多也就驱逐匈奴吧。李斯眉头紧皱，他不由得开口：匈奴为何难灭？你打不过他，他就追你；你跑不过他，你打得过他，他就逃，你照样追不上他。这一番话也让满朝文武颔首。的确，匈奴的机动性是出了名的恐怖，西蜀大汉的霍去病哪怕是追击到了狼居胥山，都不曾将他们灭绝。至于称臣，那更是绝无可能。天单侯收集了温牛羊的尸体，以头10车抛射进入匈奴群中，匈奴数百万牛羊全部被感染，并且这种瘟疫甚至能够感染正常人。短短半月时间，匈奴已经传出有近800万人口被感染。匈奴左贤王亦是在前几日感染身亡。赵高缓缓地宣布着答案。朝堂之中掀起了倒吸冷气的声音。拿发瘟的牛羊丢过去，这未免也太毒了吧！这可是行种族灭绝之事。天单侯寓意为天底下最大的善人，可这行为不是妥妥的活阎王吗？不少文武百官看向白玄的眼神已经从原本的不屑转为了恐惧。如此毒事，要是什么时候把毒计丢在自己身上，那可就万劫不复。陛下，如此毒计是否有些过于残忍了？致使数百万人生灵涂炭，甚至如若不加以管制，可能千万牧民都要毁于一旦。此等违背天理之事，陛下万万不可啊！李斯开口，他还想在仁义道德方面拿回一点面子。残忍！嬴政原本面容上还悬挂着的笑容刹那消散。匈奴南下劫掠，哪次不是致使我大秦子民死伤惨重？君不见边疆北地无数百姓如牛羊般被收割性命，屡年血流成河，我大秦少女被当作畜生般圈养掳走。李相的意思，难道唯有我秦人受难才是应该？对他匈奴纵使种族灭绝，那也符合天道。嬴政拍板怒斥，傲视天下的帝王气息席卷整个朝堂，无数臣子战战兢兢，他们险些忘了，这可是只花了数年就从质子到一统6国的君王。这一番话，就连我也忍不住要拍案叫好。嬴政之所以要横扫6国，建立起一个一统的大秦王朝，就是要让天下百姓不再流离失所，不再困于战乱。而李斯的身躯却也在此刻猛地一颤，他知道说了不该说的话。陛下请恕罪，小白大人。正当我退朝离开时，一道娇媚的声音传来，顺着眼神看去，正是那赵姬。很快，他就将我带到了他的寝宫。这个世界虽然有些不同，但是这赵太后一样风韵犹存。嬴政目前也就20不到，而这位太后最多也就33、4岁。太后，我连忙行礼。
小白大人何须如此拘谨？本宫此次前来，是陛下有一事困扰。小白大人坑杀粮商，以至于那些勾结粮商的官员血本无归，而今西南旱灾，拨款的粮食被多方伸手，以至于赈灾多次仍毫无作用。赵姬面露无奈，旱灾和洪灾总是伴随而来，毕竟一处雨多，另一处就多半雨少。我不解反问，朝中不是还剩下数百万斤粮食以及不少银两吗？不过很快白玄自己就明了了，几百万斤粮食看起来很多，单独拿去赈灾却不够，百万流民就算喝粥5天也得喝光100万斤粮食。至于银子的话，呵呵，这些贪官污吏有多少吃多少。近段时日你屡出良策，陛下对你寄予厚望，所以此事并未吩咐于你。赵姬开口，这一句话也让我的面色微微变幻。原来如此，自己整治了粮商，得罪了文官，现在如果还让自己去整治那些贪官，先不谈自己会遇到多少压力，如果失败的话，只怕有太多的折子会递到始皇的面前，这是始皇帝对自己的一种保护。我内心一暖，却在此刻心里已经有了计策，还请太后告知陛下，此事臣已有良策。我旋即鞠躬作揖。赵姬微微一愣，这么快，这小白大人就有了良策？翌日，咸阳宫内，此次西南旱灾，绝对不能让你去了。嬴政摇头拒绝，你上次在洪灾一事得罪了文武百官，这次你再去，遇到的阻难会极大。嬴政叹了一口气，自古以来权力讲究的就是一个权衡，这些文官你不让他们得一点好处，他们也不会正常办事。这一次白玄前往西南之地，如果失败，那么地上来弹劾他的折子会多到上天；如果成功的话，那么他就会彻底把朝堂上下得罪一个遍。西南旱灾，百万流民的性命，难道还不值臣这一条命？我反问道。如若能使我大秦人人有丰衣足食，人人幸福安康，臣纵使在朝堂之中有千军万马之敌，那又如何？臣敢以一命换百万流民之命，又怎会怕以一命敌朝堂千百大臣？我继续道。好。嬴政紧皱的脸终于舒展开，在此刻畅快大笑。如果说之前我的那些手段最多让嬴政认可我的能力，而如今我这一番话就是让嬴政彻彻底底认可了我这个人。我大秦真正需要的就是你这种直臣能臣。白卿你放心，此次治理旱灾，你尽管放手一搏，寡人坐镇咸阳宫内便是你最大的底牌。旋即嬴政取来一柄青铜长剑，这一幕连我都是一愣。天子剑，此乃大秦天子剑，见此剑如若见朕，任何阻挠，白卿你仅可先斩后奏。嬴政双手持剑递给了我，这可是大秦帝国建国以来唯一一次将天子剑授予他人。当我回到府上，只见府内站着一名少女，此刻她却叉着腰，颇有不爽之色。哼，居然让我跟这个臭小子去西南，皇兄真是不公平。大秦而今的四公主可谓是气得直跺脚，她可早就听说了，此人乃是什么人间活阎王，坑杀他人，祸害百姓，无恶不作。你是？我一愣，白起当初一脉差点被杀干净，也就是嬴政上位之后，自己这个遗孤才能进入大秦朝堂，所以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生人。青阳公主叉着腰道，哼，本小姐是陛下派来，特地监察你的。真的？我眯了眯眼，监察自己？哼，那当然，不然指不定你这个坏蛋又要干什么缺德事。青阳公主撅着小嘴，不过脸颊却微微发红，这小妮子显然有些底气不足。缺德？我挠了挠脑袋，虽然自己出的都是毒计，但是貌似效果都不错了，帮大秦解决了匈奴，还平定了江南粮灾，这可都是好事啊。除了你，还有谁能做出那么缺德的事？那些流民百姓本来都吃不饱饭了，你还要把粮价翻好几倍，你甚至投掷发瘟的牛羊，让别人百万平民死于瘟疫。青阳公主就差一口大唾沫吐到我的脸上了，要不是为了出宫，她绝不答应皇兄。我淡淡回了一句，和这种人都懒得解释，既然他怎么想，那就怎么认为吧。时间来到晚上，青阳公主揉着眼睛，一脸不爽的来到粮仓。大晚上不睡觉，你来粮仓干什么？瞎沙子！我正在拿着铁铲在疯狂的铲沙。你这个大坏蛋，缺德鬼！你知不知道这是给那些穷人百姓吃的？青阳公主睡意全无，破口大骂：这个短命鬼，活阎王！皇兄叫他去赈灾救济百姓，人家本来就没饭吃，好不容易发粮了，他还要在里面掺沙子。别废话了，那里还有堆发霉的稻草，你也给我搞过来。还有那里有烂布头，宫里的垃圾全部丢过来。我指着一边的粮仓说道。如果说刚刚的青阳公主还只是有点生气，现在整张小圆脸都已经气得圆鼓鼓了，腮帮子胀得老大。这真毒啊！这是什么酷刑？掺沙子也就算了，还要丢布头、丢垃圾，还要放发霉的粮食，你也不怕天打五雷轰？这么缺德的事情，我可不干！青阳公主叉腰冷哼一声，并且暗暗笃定自己一定要把这些记载下来，发给皇兄看看，让他彻底看清这个人面兽心的玩意。次日清晨，我就带着青阳公主以及成片的运粮队伍前往了西南地区，而沿路多条驿道的官员们已经是摩拳擦掌，眼中热火朝天。呵呵，听闻那小子此次直接带了300万斤粮食来，李大人，你拿10万斤，我拿20万斤，等到西南地区，要让他300万斤粮食，连一半都剩不下。而第一个驿道就安排在咸阳城外，管事的乃是咸阳驿站的驿长李通游。停，例行检查。足足1000辆运粮的马车被停了下来，连赈灾用的东西都要逆行检查，难怪赈灾难以见效。我内心嘀咕了一句，看着连绵出去10里地的运粮队伍，李通游眼中可谓是红光闪烁，这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，而且还是上面有规定让自己贪的。大人，这里有点不对劲。随从连忙开口，李通游眉头一皱，叫你偷东西都不会，话呢？但是等那运粮的袋子一打开，一股发霉发臭的味道直接袭来，不仅如此，里面还掺了大量的沙子、石头，甚至还有米糠。李通游连忙捏住了自己的鼻子，瞪大了眼睛，这特么谁要？卖鸡毛钱，白送都不要。
要，这小子真毒啊！老夫最多也就取个皮毛，不至于让灾区的人连口饭都吃不上。他居然直接玩这一套，以次充好，贪污巨大，数百万粮食毁于一旦，他要活活饿死那百万灾民啊！他眼中立马流露出了窃喜，上报，火速上报！小白大人真不愧是天上猴，当真是天大的善人。他哪里是什么善人，这就是个缺德鬼！青阳公主抱着腰嘟囔着嘴说道：“我只是淡淡扫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”随后继续向前，一路想要从我大腿上拔毛的诸多议长、官员全部都傻眼了，自己不过是想要从锅里捞点东西吃，你倒好，特么的直接把锅砸了。而此刻，咸阳宫内无数的折子都递了过来。这天早朝，当嬴政揉了揉眼睛，只看到无数的文官群起激愤：“陛下，多处驿站来报，白玄在赈灾的粮食里掺沙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不投、发霉的食物以及各种砂石垃圾。以次充好，他连赈灾的粮食都敢贪污，还是如此手柄，请陛下严查。”李斯直接跳了出来，他嘴角都露出了冷笑：“白玄这几天可是在陛下那里刷足了好感，现在就拉你下马。”不仅仅是他，诸多的文武百官也是纷纷递上了自己的折子。而此刻的嬴政亦是紧皱起了眉头，自己的能臣居然做这种事，莫非自己真的看错了人？掺沙子这种事可太毒了，那可不是一两个人吃的粮食，是数百万的灾民。如若到时候暴乱，不过很快，作为一代明君的嬴政，他很清楚我这么做绝对有他的理由。天上侯所为，或许有他的道理所在。诸卿稍安勿躁，具体事宜等西南方消息传来再做打算。嬴政挥手开口，面对整个朝堂的指责，他也压力山大。可是陛下，现在将白玄羁押回来，粮食还未发放到灾民手中，还有待商榷。可是如果等他开始发粮了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李斯连忙上前一步开口，而诸多的文武百官亦是连忙上前，请陛下为西南百万灾民多做考虑。一时间，整个大秦朝堂都联名开口，请陛下为百万灾民多做考虑。此起彼伏的声音在朝堂中响起，嬴政的手心亦是有汗水流落。白玄啊白玄，希望你不要让朕失望。而此时的我来到了西南地区，眼前的一幕令人触目惊心，无数瘦的只剩下皮包骨的灾民在整个山野间，在整个山林间，在大街上，在驿道上，凡肉眼所能见到的地方，全部都是饿殍的流民。他们眼中无神，有的趴在地上，抬头仰着天空，有的头朝大地，手里拿着植物的根茎在撕咬。肉眼所能见到的地方，一切绿植都被啃食殆尽。这一幕让我不由得愣住了。第一次赈灾的时候，场景比这一切要好太多，因为那里的百姓交出所有的存款，起码还能活一段时间。是我的错，我咬了咬嘴唇，是因为自己抬高粮价，这里缺粮，粮商却根本不敢跑到这里来，他们担心被宰，也因为自己那些文官想要把亏的钱补回来，才导致朝廷百万斤赈灾粮下来，却连个水花都掀不起。你们要鱼肉百姓，我偏不；你们要让他们全部饿死，我白玄偏偏要他们全部活过来。我的眼中有凶狠的金芒掠过，论毒，自己可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人。这一日，我降临西南城，而此地的知县龙千秋已经早早安排200万斤粮食，今日直接放开10万斤，用于煮粥，火速安排下去。我此刻捏着钦差令，压根不给龙千秋废话的机会。白大人，您刚到咱们西南城，还不清楚目前的情况。现在足足有300多万的流民，白大人200多万粮食这么挥洒的话，只怕半个月时间就消耗殆尽。我冰冷的开口，我给你2个方案，要么放粮，要么你这个知县直接撤职。作为钦差，在治理灾情的地方，我拥有绝对的权利。龙千秋面色微变，这位传闻中的活阎王刚来这里就要亮剑。不过，既然他自己想要背这个锅，那就让他背。这一日，西南城放粮10万斤，煮粥100万斤，无数的灾民雀跃不已。可是当他们一个个排着队来到官府的救济处的时候，却傻眼了。这特么也叫粮食？破鞋子、破袜子、沙子、石头，这特么怎么到处都是？这一幕也让旁边的龙千秋眼中掠过一抹笑意。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何尝不是如此？太狠，太毒！数百万的百姓已经10几天没有吃过一顿好的，好不容易救济粮下来了，你特么直接给人来这一套。果不其然，很快无数的骂娘声就响起了。卧槽，这粥不对，这里面有沙子，何止是沙子，还有鞋子。这些当官的尽是畜生，之前放粮3天1碗粥都分不到，现在有了粮却给我们弄这些，老子就算是死也要去咸阳告他。无数的流民群起激愤，差点都要打砸救济处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多天吃不饱饭，气力不足，加上有衙役帮忙，不然的话，现在这些锅炉只怕全部都要被掀飞。龙千秋就差拍手叫好了。这下有人去把锅背得严严实实了，而我则是对于这些事情不闻不问。青阳公主带着几分解气的眼神看着我，县衙外面全部都是要告你的，你这缺德佬也不怕。而此刻的我却正在制作一个巨大的风车。所谓旱灾，说的简单一点，其实就是天上不下雨，导致谷物收成不了。1、2年旱灾还好，3、5年旱灾的话，百姓的余粮一旦吃光，他们也只能上街乞讨。旱灾并不是缺水，而是缺雨。而我所做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风车引水道具，只需要风吹动风车，就能把水引入到百姓田里。我为什么要怕？只需要静静的等今日就行了。我淡淡的开口，呵呵，等几日，等到他们全部吃了那些发霉的东西被毒死。你这缺德佬也太狠了吧！为了贪那么一点钱，要拿百万灾民的性命开玩笑。青阳公主看到我这么一副不在意的模样，气得小脸通红，而我的面色依然平淡。都伴随着一声巨大的轰鸣之声，整个县衙的大门随之炸开，一群刚刚吃饱了饭的农民手里抄起了各种木棍武器，一下子就杀到了我的住处。兄弟们，随我冲！这畜生钦差贪污朝廷给的赈灾粮，还在里面掺沙子、掺垃圾，杀了他！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家伙，与其被毒死，与其被羞辱死，不如奋手一搏。对，这种畜生留他不得！无数的灾民刹那就围了过来，这一刻的我都是猛地一愣，县衙居然被攻破了。仔细想想也是，还没有放粮的时候，这些人都没有气力，现在吃饱喝足了，一群人冲
冲杀过来，几十个衙役也挡不住，那就是上面来的钦差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，把他围起来！对，就是那个畜生东西，宰了这个畜生，这个大贪官，杀了他，算是为我大秦谋福。我一下子就被围了个团团转，这一幕也让我的眉头紧皱。自己虽然在里面掺了东西，可是自己却没有贪污一分一毫。至于此刻在一旁不远处的龙千秋，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。钦差被暴民打死，到时候就算是陛下也没办法吧，毕竟可是这小子咎由自取。正当无数的灾民围了过来，打算直接动手的时候，天子剑骤然出鞘，一缕寒光映射，四方的空气似乎都在这一刻变得骤冷起来。此乃天子剑，本官乃是朝廷钦点的钦差大臣，你们若敢动我，便是谋反，谋反之罪便是诛九族。我面色平淡，手持利剑开口，而这一幕也让无数的灾民愣在了原地。他们的确不怕死，可是诛九族的话，你们现在责怪本官，我无所谓，但是请给我5天时间，5天之内，本官会给你们一个答复。如若给不了，本官弃此天子剑，无需诸位动手，我自己吊死在西南城，以消民怨，如何？而无数的灾民此刻也停住了手中的家伙，我都已经说了这样的话，他们也冷静了下来。哼，好，那就应你5日之后，如若还是吃发霉的粮食、掺沙的粮食，我等必定诛杀你。对，而且但凡你敢逃跑，哪怕是天涯海角，我们追到咸阳，也要去陛下那里告你。一个个灾民群起激愤，怒斥道，他们的眼神巴不得把我生吞活剥。他们似乎都忘了一件事，上次来的钦差一天就发5万斤粮食，而我却一天发了10万斤，虽然不多，而且掺杂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是他们终归是吃饱了。是的，吃饱了，不然也不至于有力气冲杀到这里。诸多的灾民缓缓退去，而我则是收起了天子剑，继续鼓捣风车。或许是因为被我手持长剑，一人威慑无数灾民的举动所惊讶，那青阳公主都不由得好奇凑了过来。你5日之后真的会给他们发干净的粮食？我摇了摇头，不会。这让青阳公主原本对我升起的一点好感，刹那降低到了0分，还以为这货义正辞严，那般威风是真的有解决之法。原来吗？还是那个大贪官活阎王！哼，那你就等着5日之后被那些灾民绞死吧，本小姐可不会救你。青阳公主叉着腰跺脚，随后冷哼一声，我依旧没有理会她，继续在制作自己手中的风车。而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去找别人帮忙，但是一旦别人听说是帮自己干活，全部都在摇头。哼，老子别说没力气，就算有力气，死在这里也绝对不会帮着贪官一点。无数的灾民怒骂，甚至多次差点被上街殴打，而我却只是一个人制作风车、打磨、继续安装。而5天转瞬即逝，当无数的灾民早起来到救济处，看到那冒着热气的锅里仍然浮着垃圾以及各种发霉的粮食、沙子等等，他们的怒火已经飙升到了一个极点。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人，我呸！这个畜生还说5日之后会解决事情，我看他就是在忽悠人。对，而且我还听说这几日他减少了粮食供给，现在只给5万斤一天。贪官，兄弟们，抄家伙！这次就算是造反，老子也要杀了他！无数的灾民再次抄起了手中的兵器，诸多的衙役也只是做做样子，压根就没有阻拦。他们早早就收到了暗示，这些人打死白玄的话，他们又不需要担责。而此刻的我正在安插自己的风车，却丝毫没有注意到，在此刻四方密密麻麻的灾民已经手里抄好了家伙，围了过来。这一次不再是之前的几千人，而是方圆10里地全部都围了过来，一个个怒火冲天，手里拿着铁锹、铁棍、木棒。贪官，逮到你了！一位灾民大喊，刹那一只手就抓住了我。须臾之间，所有的灾民全部围了过来，打死他！诸多的灾民一拥而上，而这一幕一时让远处观看的龙千秋近乎笑出声来。现在他倒是想要看看这个以睿智著称的天上侯又该如何解决。这可是你当初许下的承诺啊！我被捏住一只手，却仍然不惧，因为我知道这些百姓也在等自己开口。如果这一次给不出合理的答案，这些人只怕会真的打死自己。诸位，本官来西南城6日了，这6日你们可有饿肚子的情况？我反问一句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让无数的灾民陷入了沉默。的确，白大人给的粥里面什么垃圾都有，可是偏偏他们每天每人都有3碗粥喝，哪怕是这几天降低到了5万斤粮食，但却仍然吃得饱。之前的钦差来了，3万斤粮食下去，稀得烂糊不说，每天就1碗白粥而已，只能说吊着一条命。就算我们有粥喝，那你也不能在里面塞那些脏东西。朝廷拨下的粮食，那本来就是给我们的，你凭什么贪污？刹那，无数民众就开始骂街起来，在粮食里掺杂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看这家伙就是把我们当牲畜了。兄弟们，先杀了他！他大声开口，眼中阴晴不定。如果我不掺杂那些东西，那么请问如何分辨哪些是真灾民，哪些是假灾民呢？西南城上报消息说有灾民300万，可是整个西南附近受旱灾影响的田也就不到300万亩。诸位每个人至少都有3-5亩地吧？那说明什么？有人在冒充灾民。我一字一句的开口，话音中气十足，刹那就传递开来。这一番话让无数的灾民回过神来。对啊，一共就不到300万亩，哪来的300万灾民？而且好像真的自从白大人来了之后，去领救济粮的人变少了很多。那些官差自己也不会去锅里舀粥喝，平日里官府里的衙役都会等到最后独吞那些最后的浓粥，现在看都懒得看，底下一堆沙子。这个白大人貌似真的用苦良心，我在里面掺沙子，不是真的饿得受不了的百姓根本就不可能喝，少了近乎1/3以上抢粥喝的人。而且因为这些垃圾粮食不值钱，从咸阳到西南无一人会克扣我的粮食。本官带来了300万斤，那就有300万斤分法，也请诸位监督，不会有一人贪污受难灾民的一粒粮食。我再度开口，话音越来越大，宛若一道惊雷响彻在这田野之间。一下子无数的灾民都回过神来，上次的那个钦差上面说是拨了100万斤粮食。
食，结果一天3万斤，连半个月都没有撑过就没了。而这一次，白大人敢说自己带齐了粮食，没有克扣，那岂不是能撑1、2个月？到时候其他州县的粮食丰收了，可以借一点过来，这1年就能挺过去了。这我们都错怪白大人了，我们居然还拿着武器要来伤害白大人，那我们岂不是才是真正的畜生？无数的百姓回过神来，他们虽然大多数人没有主见，但是他们的心也是肉长的，谁对他们好，谁对他们差，一想明白，他们其实清楚的很。白大人要在里面掺沙，那要面对朝廷多大的压力啊！那可是死罪啊！为了咱们，白大人宁愿对抗朝廷，也要让我西南城的人吃得饱饭。青天大老爷啊，白大人，是我们错了。无数的百姓连忙跪下，一刹那之间，宛若狂风席卷山林，无数的民众全部下跪，他们一个个羞愧难当，低下了头，心底里唯有对面前之人浓浓的敬意。这一幕让在一旁观看的青阳公主目瞪口呆，居然掺沙子是为了让真正的灾民能吃饱，丢垃圾放发霉的东西是为了让那些贪官不克扣赈灾粮。要做这些，朝廷查起来那可都是死罪。可是他偏偏愿意拿自己的人头，试图去换百万灾民的性命，要让他们不因饥饿而死。青阳公主原本对我的恨意和偏见，在此刻都刹那烟消云散。这个人的身影似乎都在此刻高大了许多。至于远处观看的龙千秋，则是被震惊的在原地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从运粮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算好了一切吗？一招就制服了沿路官员，又连带将那些混进灾民中白吃白喝的人直接筛选出去，而且还敢拿自己的仕途去换百姓的未来。狠，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龙千秋这位在官场摸爬打滚几十年的老油条，此刻都不得不对白玄的方案升起一股敬意，哪怕两人的官道立场截然不同，这是对于敌手的一种敬意。起来吧，本官来这里可不是让你们跪的。我抬手，丝毫没有钦差大臣的架子，这更让那些灾民对我的好感更上一层楼。却有人看到了我的手中的这个莫名其妙的大架子，还有我那因为不善木工又没人帮助导致血迹斑斑的双手。白大人，这个是什么？有百姓好奇地发问。我笑而不语，轻轻解开风力简易抽水机的卡扣。就在此刻，微风拂过，这一刹那，风扇被吹动，带动河流中下潜许多的河水，缓缓地输送到了那些原本干涸的土地上。这一幕，无数的百姓眼中唯有震惊。这是什么巧夺天工的造诣？将河水倒灌到了田区，这比多少的人力物力还要厉害？哪怕是出身皇宫、见多识广的青阳公主，此刻都瞪大了美眸。我白玄要做的，不是让你们1年有饭吃，而是年年都有饭吃。我要让天下人再也不惧洪水干旱，我要让天下人再也不愁温饱。河水在风车的带动下进入干涸的田地，我的话音在山区间响彻，而无数的百姓看到了那双充满血痕的双手，无数人热泪盈眶，根本止不住的在擦眼泪。原来白大人是为了制造出能让他们吃饱饭的工具，才躲在县衙闭门不出。也正是因为自己等人不愿意帮他，才让不善木工的白大人双手血痕累累。大秦啊，终于出了一位真正愿意为民办事，愿意在乎他们是否吃得饱、穿得暖的好官。随后的几日，我带领百姓制作风车，因为之前没人帮忙，导致5天5夜基本没有睡觉，一下子在田野间昏死过去。无数的百姓纷纷冲到大街上，他们没钱也没有粮，却一个个跪在那些药铺的门前，求他们救一救白大人。西南余粮不过千，百万灾民药铺前，磕头跪地为何故？民报天恩谢白玄。这么一首打油诗，刹那就席卷了整个西南城，附近整整数十个县也都知道了这件事。白玄大人一人之力抵抗整个大秦王朝的贪官，并且为了让西南的百姓不再惧怕旱灾，晕倒在了田野。1日后，我这才缓缓清醒过来，脑海里的兑换点再度得到了刷新。恭喜宿主完成第3条毒计，当前兑换点30万，并且赠送一次10连抽。10连抽，白玄愣了一下，居然还有这个宝贝，看来是这种范围较大的毒计起到了效果。开始，伴随着一个巨大的转盘在脑海里转动。恭喜宿主抽到极品武将关羽、武将张飞、土豆育苗20颗、复合弓1件、高级投石车图纸1份、颜值提升卡1张。10连抽下来，我都惊呆了。关羽、张飞，这不2万人敌吗？颜值提升卡我第一时间直接使用了。原本自己的颜值最多也就6、7分的模样，使用之后，刹那就提升到了7、8分，五官都清晰了不少。不过此刻我微微睁开眼，却看到青阳这小丫头正端坐在自己的床前。现在西南城的状况怎么样了？我开口问道。那小丫头还故意装愣了一小会，这才嘟着嘴，装作不情愿的靠了过来。你这个缺德佬自己倒了，那些村民可吓坏了，现在全跪在外面要见你呢。要不是龙知县把他们拦在外面，这县城都要被踏破了。虽然嘴上在说我的不是，可是当青阳公主提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小嘴却翘得老高。显然这小丫头也因这件事而高兴。我是说那风车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继续发问。旱灾说白了就是这一个季度颗粒无收，但是却不代表所有的水稻全部都干涸死了，还是有一些活着，只是因为缺水的缘故出不来种子。你说那个会转的圈圈啊，真的好厉害。村民们自发研究，这2天的时间已经制作了几千个，现在许多的田里重新有了水。小丫头说到这个，一时间来了劲，那些村民都管你叫水神呢，能用奇怪的东西把水给引来，还说什么要给你立一个碑。小丫头越说越起劲，而我也是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不过旱灾的事情要解决，也完全没有那么简单，还是需要按照之前的步骤一样，以工代赈。当我起身来到了院子里的时候，龙千秋已经早早在这里等待了。白大人你醒了。我看向他开口道，自今日起，白粥不再限量每人每天3碗，而是每人每天5碗，并且传我的令，每人参与水渠的构造程序，每天可以来县衙领100文钱。龙千秋的面色微微一变，这样下来的话，每天下放的粮食又要高达5万斤以上，甚至逼近10万斤，而且每天还要发放100文钱，10个人一天就是1两银子，10万人一天就是1万两银子。白大人，目前本县衙库房内银两加起来也不过6、7万两，如若全部拨款，只怕撑不了1、2日。龙千秋开口说道。就在此刻，我手中的长剑再度出鞘，冰冷的剑鸣之音响彻整个院落。天子剑在此，调动附近所有县衙内库
库房中的所有银两，还有县衙到底有多少钱，你们最好说清楚。陛下许我先斩后奏之权，但凡让我发现少了一个银子，斩立决。我的话刚硬无比，龙千秋内心也有诸多犹豫，让他一个人号令附近的县衙，他确实有困难，顶着天子剑的压力，他也要拒绝。白大人，西南7县，我一人如何能够？我的手轻轻拂过长剑，带动剑光映射在院落中。龙大人，你应该知道，有些东西我只需要微微一查，以我钦差的特权，我便能把西南地区杀个血流成河。我手中长剑的剑光映射不断，陡然一缕银白色的剑气划过龙千秋的脸庞，咕咚，他咽下了一口口水，浑身一个哆嗦。下官立马去办。这一幕看得青阳公主一愣一愣的，她怎么一下子改了口？青阳公主不明白这一幕，我淡然一笑，反问青阳公主：2碗粥也不过就是1两米，为何10万斤米下去，那几十万灾民还需要饿肚子呢？小妮子挠了挠脑袋，你是说那些米被贪污了？对此我悬点了点头，何止是被贪污了，反正粥是免费的东西，城内有饭吃的人，谁不去蹭一口？你以为只有那些能吃饱饭的人去蹭吗？这些县衙内的县太爷，这些衙役难道就不会蹭？我冷笑道，对于正常人而言，其实10碗粥放开喝也就1天的量，可是对于那些饿得受不了的人而言，1天1碗粥却是能够强行续下一条命。一个县衙人员多多少少加起来就有几十人，他们一天喝下去的量就足够几百的百姓存活下去。其次，那些干净的米要搬到粥铺那里去，这过程中难免有些人会贪掉一部分，毕竟这个时候米比金贵。青阳公主回过神来，美眸都瞪大了。她刚开始还以为只是有人假冒灾民，没有朝县衙这边想，难怪那龙千秋一下子变了脸。如果真查起来，天子剑在手，那西南几个县城的人只怕有1半以上的要掉脑袋。这一日，我被数十万真正的灾民高呼青天大老爷，因为我不仅给粥喝，还给发工钱，这无疑让无数的灾民欢呼雀跃。而龙千秋亦是黑着脸凑到了钱，50万两白银。白大人，这已经是数个县城尽可能凑来的了。龙千秋开口，对于这个数额，我并不意外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朝廷对于这些白银也不会全部拿走，只会挪走大部分。毕竟县衙本身还是需要运作的。大秦单单县就有700，一年的赋税居然只有200万白银，这同时也让我感觉到了其中贪污何等之重。700个县衙，再怎么说也能随便凑到1000万两白银。当然，上报的时候少报一半，上报的过程当中再贪一半，贪了一半上面的几大家族再一分，落到皇帝手里，只怕确实只有200万。因为我为民办事，甚至晕倒在了田野上的事情传遍了整个西南，导致一呼百应，无数的百姓拎着锄头就跟着我来到了天水河。西南城附近有一天水河，自西方高原地区冰雪融化而下，从未干涸过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它距离西南足足有着数十里的距离，要挖过来人力物力的损耗实在是太大。不过现在嘛，有我的以工代赈，加上这几十万人也压根没事做，毕竟家里的田都废了，不如出来赚钱。开挖！我一声大喝，带着几十万的农民开始了。不出半个时辰，我已经累得汗如雨下。大人，这里有几十万人一起挖，您歇着吧。不断有农民过来开口，毕竟这里有的是人。而我反驳道，如若当官的都想着自己不做，你们来做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在乎这件事能不能做好，能不能做完，因为累死的不是他，更不是他的子女。我的话铿锵有力，即便是平日里习惯了懒散的一些村民，此刻听到这句话也眼睛一酸，手中的锄头都捏紧了几分。百姓就是这样，你把他们放在心里，他就把你捧在手中。由我带领数十万村民一起开挖，一条浩瀚的长河被挖出，花了整整10日的时间，整个西南城的百姓眼中都洋溢着幸福。有了这条河，日后西南再无干旱。而此刻，整个朝廷已经炸开了锅。陛下，白玄多日粥里掺沙，以及各种发霉的食物，甚至是垃圾，引发民众暴乱。现如今，西南数十万百姓怨声载道，如若再不管理，整个西南或许都要变成人间炼狱。李斯尚书连忙站在前面开口，这一次白玄这小孽畜干了如此缺德的事情，他倒要看看陛下要如何保他。是啊，陛下，这个白玄愧对天上侯这个名字，陛下安排他在西南治理大旱，他表面答应百姓，暗地里却连着5日还是放掺沙的粥。此人包藏祸心，想要毒害大秦，其心可诛。陛下不能再对此事松懈了。无数的文武百官纷纷上书。这几日西南城的消息不断的传来，他们已经笑开了花。这个白玄自寻死路，而此刻的嬴政亦是感觉压力山大。正是因为白玄多次出的计谋，让他以为此人可靠。可是谁知道现在西南传来的消息却一次比一次炸裂。掺沙子就算了，你还要掺垃圾；掺垃圾就算了，你还要骗这些民众，引发他们暴乱。现在谁能收场，又要如何收场？诸位，万事没有定论前，先不要着急。嬴政开口，现在只能咬牙先稳住这些官员。虽然白玄做的事情他看不懂，但是内心还是隐隐相信着我。陛下，白玄此僚包藏祸心，正在粮中掺沙，欺瞒百姓，引发暴乱。按照大秦律令，该斩。就在此刻，大殿之外，一袭灰色的长袍身影站了出来。旋即，他开始一步步进入朝堂，而却也在这一刻，整个大殿刹那变得鸦雀无声。无数的官员看着那越来越近的中年男子，皆面露恐惧之色，一个个胆颤心惊，不敢抬头。而李斯暗地里露出一抹笑容，终于是把心放在了肚子里。有他在，就算是陛下也保不了白玄。当看到此人的时候，嬴政的双手都死死地抓住了龙椅。他手底下3000门客，文武百官有一半是他的人，甚至自己这个大秦帝王都是由他推上来的。如今他也要向自己施压吗？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一步步靠近，嬴政的面色在此刻陡然变得无比难看。重负，嬴政面色铁青，他也没有想到白玄居然把吕不韦都给炸出来了。蒙恬屯兵关外，自己手中可以调动的禁军，基本都是吕不韦当初训练出来的。陛下，此子犯下如此滔天大祸，理应即刻斩杀。贪污赈灾粮，逼迫百姓造反，难道你还要包庇吗？秦王嬴政，难道你忘了大秦列祖列宗立下的铁令了吗？吕不韦从朝堂深处一步步走来，他身形高大，一字一顿，话音愈发的震撼，带动一股恐怖的压迫力。四方的文武百官全都瑟瑟发抖，忍不住击鼓发喊起来。恭迎吕相！无数文武百官齐齐下跪，对吕不韦行大礼。
里，这个礼仪甚至完全不输给帝王礼。嬴政的双手死死地攥着龙椅，他的位置都是吕不韦扶持上来的。从他13岁继承皇位到如今扫清陆河的地位，包括朝廷大部分臣子的安排，全都出自于吕不韦之手。蒙恬不在的时候，即便是他在这位重父面前都差了点威势。该死！嬴政心中暗骂，如此一来，要让自己怎么办？如果要按照吕不韦所说惩戒白玄，那岂不是告知天下人，这大秦做主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吕不韦？可是如果不惩戒，这文武百官又要如何交代？嬴政的心愈发的乱了起来。也在此刻，他竟是无比的期待这个白玄能够给自己带来一点希望。重父，白玄之事尚且没有查清，目前还需再做观察。嬴政顶着巨大的压力开口，他还不想妥协，他的内心还对白玄抱有一丝的相信。没有查清，难道这几日西南传来的信都是假的？陛下莫非真要让一小儿搅乱我大秦根基？吕不韦冷哼一声，直面嬴政开口：重父，白玄平时行事喜好剑走偏锋，等西南城来信，再议不迟。他不想低头，因为自己才是大秦真正的帝王，是凌驾于四海、威压于陆河的千古一帝，而吕不韦则是一步步朝着大殿的中央地带而去。秦王嬴政，你可还记得大秦祖训？吕不韦一字一顿的开口，话音之大，宛若雷霆一般，在整个大殿之中炸响。而嬴政的脑海里也刹那想起了那一粒祖训：后世君王如有纵容奸臣当道者，三劝君王而不从者，可告宗人府，静心3月，所有军政大权暂交与丞相处理。吕不韦斩钉截铁的开口，他的眼神宛若阴森的毒蛇般。而这一句话落下，群臣都是冷汗滴落。求3月，让丞相处理，那不等于说要直接把朝廷都换一遍吗？等到陛下再出来的时候，整个朝堂之中只怕不会再有一个属于他的臣子。莫非吕襄想要把陛下当做一个傀儡皇帝？嬴政的面色亦是在此刻铁青到了极点。说的好听是去宗人府静心，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囚禁君王。等自己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大秦的天下只怕都要姓吕了。白玄啊白玄，你可给寡人惹了天大的祸！嬴政内心意识开始挣扎起来，谁都没有想到会因为一个白玄引发夺权这样的事。吕不韦来到嬴政的面前，他眸光深邃无比，宛若浩瀚星空。陛下，做出你的选择吧，是去宗人府，还是即刻斩杀白玄，为民除害？吕不韦一甩长袖，怒斥一声。而无数的臣子在这一刻仿佛看到了吕不韦重新回归朝廷，重新把持朝政，甚至架空皇上的那一幕。请陛下即刻斩杀白玄，为民除害！请陛下即刻斩杀白玄，为民除害！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大殿之中此起彼伏，宛若雷霆翻滚一般。嬴政死死地攥紧拳头，这一幕愈发让李斯心惊。在吕襄面前，哪怕是不可一世的秦王嬴政，也仍然只是昔日那个储君之子罢了。但就在此刻，一声大喊打破了朝堂中的节奏：报！800里加急，西南急报！西南城10万加急！而嬴政的面色骤然一变，有消息了吗？至于那些文武大臣，一时愣住，莫非这白玄真给那些人搞造反了？西南城可是有着数百万的人口啊，如果真的造反的话，倒也行，正好可以借着平叛的借口找朝廷要一笔钱。诸位官员心中暗喜不断，哪怕是李斯，此刻嘴角也挂着一抹笑容，应该是造反，不然不会是10万加急。如此一来，这白玄必死无疑。而吕不韦的目光始终盯着嬴政，这一时之间不免让嬴政压力倍增。10万加急，他也知道，除非有极为重要的事情发生，不然一般不会传达此事。他的面色变幻不定，难道我嬴政当真要被这文武百官压一筹吗？是。最终嬴政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开口，他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看着一旁似乎已经胜券在握的吕不韦，不该听了母亲的话，让白玄去治理西南大旱啊！钦差白玄带领100万民众深挖沟渠，引数里长河入西南，西南大旱已解，且日后再无旱灾。100万民众联名特发10万火急，求陛下为此和赐米。以及白玄为挖掘沟渠，深造风车，日夜操劳，晕倒于田野，100万民众为其痛哭流涕，请陛下看在白大人治国有功上，莫要追责于赈灾粮中掺沙之错，若有错，西南100万民众愿意承担。赵高宣读着快报，他的眼睛都瞪大了，又是100万民众联名。而那些文武百官的面色却也在此刻全部愣住，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。什么100万民众联名？他都掺沙子了，你们还要联名希望陛下不要追责？你们疯了吗？而嬴政刹那就扫清了脸上的阴霾，他关注的主要是白玄居然带领民众深挖沟渠，解决了西南历年多旱的大事，日后西南再也不愁无粮可种，无粮可食。这个白玄果然一如既往没有让朕失望。而在这一瞬，嬴政的目光对上了吕不韦，这一刻，这位骄傲的帝王锐气十足，一如昔日扫陆河之势。而吕不韦佝偻着身躯站在大殿之上，形成了鲜明的君臣对比。重父李相，朕就说了事情没有定论前，莫要着急吧。嬴政抚掌大笑，而吕不韦的面色却毫无波澜，只是眼中掠过几抹暗淡。至于李斯，此刻已经气急，这一切怎么会呢？之前传来的消息，这些人还要造反，这才过去多久？不造反就算了，居然还要联名上书为白玄求情。现在谁敢说要处置白玄，那就是和整个大秦的民众过不去啊！李斯一张老脸气得像吃了死孩子般发黑。陛下教训的是，看着嬴政那张笑意盎然的脸，却也只能咬着牙开口。至于那些文武百官，此刻更是一个个脸色铁青无比，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个白玄居然还有这么一手反转。至于吕不韦，面色平静无比，老臣身体不适，先行告退了。他作揖，旋即离去。而嬴政看着他的背影，脸上的笑意愈发浓烈。原本还以为是必死的局，没想到白玄直接给自己拯救过来，而且还
重重的把这一巴掌还了回去。爽！关于天上侯提议的这条河的名字，不知道诸位有何意见？嬴政扫了一眼朝堂，面带笑容的开口，而那些大臣则一个个跟吃了苍蝇一样。名字谁不知道你是想要嘚瑟？你爱取什么取什么。诸位爱卿为何一言不发？可以好好与朕商讨一下吗？嬴政接连开口，而文武百官全部选择了装死，而且一个个黑着脸，这让嬴政愈发的欣喜。既然是天上侯，那就取名为善河，寓意白玄大发善心，为我大秦新增一条宽广河流。而文武百官为了快点结束这个话题，纷纷开口：陛下英明。不过他们转过神来，一个个皱着眉头。善河，他和善有1毛钱关系吗？那白玄倒也是个汉子，居然为百姓操劳到那般地步。听闻白玄的功绩，赵姬一时惊讶，能为百姓操劳多次晕倒，而且白玄可不是1次2次，显然他不是在作秀，而是真的做了。的确，嬴政点了点头，不过他心底里却不知道为何隐隐有些不安。此刻的我躺在县衙里，青阳公主端着一碗粥，眉头紧皱。怎么是外面那些粥？难道不知道白玄是为了百姓才累倒的吗？青阳公主冷哼道。县衙的衙役被吓得一个哆嗦，是我让他们端来这些的，我打断了他。可是这些……青阳公主愈发生闷气了，自己可是为了你这家伙好，这些粥是掺了沙子、垃圾的，怎么能喝？那些平民百姓尚且能喝，难道我就不能喝？我反问一句，这让青阳公主微微一怔，哼，你当是清高，那你自己喝去吧。她把粥丢在床头，生着闷气直接离开了。我则是无奈的摇了摇头，不过却端起白粥喝了起来。掺了沙子和垃圾的粥，味道的确有些难闻。